爱健康，爱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武医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调理我们耳鸣、耳朵发懵、以及嗡嗡作响，还有听力模糊的方法。最近我收的患者有不少是这样的状况，通过给他调理，再配合锻炼这个方法，就很快就得到了康复。下面我为大家演示讲解这个方法的具体操作。首先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双手的劳宫穴对着我们的耳朵眼放着，看我手怎么放上来。好，扶着手指，好，放到我们的枕骨这里，然后两个手都是一样放过来，把我们的食指拿起来，吊在我们的中指上往下弹。好，当我们弹到枕骨的时候，耳朵里面会有砰，像打鼓一样的声音。好，每次可以做个9981次。我们做完这个以后，用我们的手顺带着把我们的风池穴进行按摩。有些人耳鸣的人，这两个位置是非常的疼痛。好，再往这两边，就把这个枕骨下缘从风池往两边都按开，这地方会非常痛。好，如果有耳鸣的人，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。平时胃不好的也会引起耳朵会嗡嗡作响，以及我们突然生气或者长期熬夜都会导致这些问题。大家可以把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进行更正，效果会更好更彻底。好，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评论或者留言以及私信。好，谢谢，祝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。爱健康，爱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武医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自我修复脊柱的方法。我们说脊柱连着我们的五脏六腑，所有的身体问题大部分都和我们的脊柱是有关系的，所以俗话都讲调理脊柱消百病。这个方法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，但是呢要求一定要慢慢的做到位，身体的脊柱它会自我修复和矫正。好，下面我为大家讲解。好，首先我们分开双脚与肩同宽，然后稍微微蹲，就像我们站桩的一样的姿势。好，把双手交叉放在我们的头的枕骨后面，扣紧头部。好，慢慢的把我们的手向上抬，头往上顶，把我们的脊柱给拉开，屁股往下坐。好，这样拉开的时候保持这个状态，整个脊柱一节一节的拉开，然后先向左边转，慢慢的转。好，当我们转到极限的时候，不要快，一定要慢，再慢慢回来。好，再向右边转。好，再回来，一边转3下就可以，整个就是3个来回。转的过程中，有些人脊柱不正，可能会出现自我恢复的响声，就比如咯嘣。还有你做这个动作转个3个来回以后，你可能全身就会发热，然后有的人甚至出汗。大家没事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练习一下，开始就做3下，然后3个来回，后期我们可以增加到5个来回，慢慢的增加到9个来回，一边9次就可以了。大家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一点一点的练习，一定要慢慢的练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录制到这里。大家可以在下面评论留言或者私信，谢谢，祝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。爱健康，爱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武医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调理我们牙痛的方法。我们俗话讲，牙痛不是病，痛起来要人命。就是说牙痛是非常痛苦的，我曾经也有过一次痛了20多天，当时痛的吃饭是不可能，只能勉勉强强喝一点稀饭，20多天瘦了10斤。当然了，这是饿瘦的，我不希望这样，人很痛苦，每天晚上疼的是最狠的，睡不着觉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方法缓解我们的牙痛。好，下面我为大家示范和讲解。首先是我们常用的方法，就是要用针灸，一般都针刺合谷穴，要么就是
对合谷穴按摩。我们首先第一步，先对我们的合谷穴进行按摩，看到用我们的大拇指和食指找到合谷穴的区域。这个时候，这里面如果有个结节，然后一般掐个3分钟左右。好，掐完左手换右手，同样的操作方式，也是3分钟左右，把这个里面的结节、疼痛的地方都给它疏通。好，我们做完合谷穴以后，同时对我们的劳宫穴也要进行点按。当时用我们的大拇指就可以，劳宫穴的区域在我们的手掌心。好，大拇指按着，反过来，我食指掐着我们的手，可以借力。好，点按，这样大家能看清吗？点按一下。好，如果你有牙痛的时候，点按这个地方也是挺痛的，也是点按3分钟。点按完了以后，再换我们的右手，一样的，好，进行点按。大家可以按这个顺序进行操作，一定要认真，每个穴位是3分钟左右。好，如果有牙痛的，非常难受的，另外一个就是有些年龄比较大的人，牙齿受损、牙神经受损，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到医院去看牙科进行治疗。谢谢大家，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有问题可以在下面评论。祝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。爱健康，爱养生，大家好，我是武夷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疏通我们小腿的血液循环，可以帮助调理我们的静脉曲张以及小腿发硬发僵等问题。很多人的静脉曲张都是由于我们长期久站或者受寒凉，导致我们的小腿以及我们脚部的血液循环不好，然后回流差，才会慢慢形成的。它不是说1天2天就形成这个静脉曲张的。我们每天晚上要用热水坚持泡脚，就是这个泡脚呢，我们平时泡脚大部分都是水，顶多是到这儿，再有些人就到这儿，一般情况下都会到这儿。我们这个泡脚呢，就买个桶，然后把脚泡到我们的膝盖这个位置，这样的话，这个小腿它可以就是加速我们的血液是循环的。如果说我们放一点生姜呀，或者是这些活血的，然后泡到这，助3里还可以进行吸收，对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好的。在我们泡完脚以后，再配合我们躺在床上锻炼，效果会更加的好。好，首先我们平躺，睡觉之前平躺做一下这个动作，然后躺完以后把脚抬起来，看到吗？如果能伸直也可以，不能就这样稍微屈一点，可以抖一下，控着就行。像刚开始做1分钟都很累，大家慢慢增加上来。像我这空了3分钟，然后再慢慢放下来。好，放下来，然后侧身，然后坐起来，侧身坐起来，然后把腿放下来，活动个1分钟左右。我们这个时候动作基本上就可以把腿收回来，进行拍打。好，小腿都进行拍打，做完左边做右边，两个都要做，全部都拍打个1到2分钟每个腿。好，这样的话就算一整套动作做完，重泡脚，然后到那个床上10多分钟，后面就可以休息睡觉。大家就是说一定要坚持，这个问题它会慢慢的改善，它不是说我今天做了明天做了立马就好，因为它是通过很长时间形成的，也要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改善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面评论或者留言私信。祝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，谢谢。爱健康，爱养生，大家好，我是武夷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祛湿健脾的方法。我们都知道脾是起运化作用的，它能把我们身体多余的湿气给它运化一下，然后排出体外。如果说你的脾的功能弱，那你身体慢慢就会长时间堆积这些湿气，然后就不能排出体外，你就会形成寒湿啊或者痰湿等体质。好，这个方法就是敲打我们的阴陵泉的区域。阴陵泉是我们脾经上的一个穴位。好，下面我为大家边示范边讲解。首先我们要找到阴陵泉的位置，在我们的膝关节内侧往下一点，看到吗？点着这高的点，再往下大概有1指，就在这里。
我们用手点按这个区域应该是酸痛的。如果说你湿气重，脾经严重不通，你点按会很酸痛。看一下，好，我们所做的方法就是手握空心拳，然后对它进行锤击或者是击打。击打要什么？是要它力度给它渗透到这个区域里面，同时刺激它。好，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好，如果说你不通，然后你这样轻轻打的时候，虽然说不用力，但是有些人打的应该也是很痛。大家可以试试。我们可以做个81次，然后边打边数，81次很快就能做完，就是每天做1次。好，我们每天刺激一下这个区域，可以对我们脾脏功能增强，然后同时排我们身体的湿气，湿气去除，身体更健康。谢谢大家，可以在下面评论或者留言。祝大家身体越来越健康。爱健康，爱养生。大家好，我是51张鹏，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增强我们肺部功能，调理我们的就是咽炎，甚至有一些人就是气管不舒服的问题。这个方法呢，就是这个区域就在我们的锁骨下面，然后这个位置，因为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们的那个肺经，它要从这里经过，然后这个是源头，我们开始给它疏通，然后对我们的肺功能的增强是很好的。大家有咽炎或者是气管不好的，可以试试。好，我为大家边示范边讲解这个动作。我们练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可以坐在那里，也可以站在这里，用右手去打击我们这个左边的区域，然后左手去拍打右边的，然后一定要用空心拳，不要用握紧。握紧的力度和空心拳打的是两个力量，然后我们要求的力是震动到这个区域，然后同时疏通，然后让它气血通畅。好，看一下，看手，1、2。当我们做的时候，这个肩关节也在活动，看，从后面然后甩过来。好，就是说我们做这个的时候，同时肩关节在活动，对我们的肩周炎、肩膀也是一个调理。另外一个一定要自己去打自己，因为你自己打你自己的时候，你用多大力，你心里清楚，你有个本能反应，然后不会受伤。不要用别人上来，让别人给你打，这个一定要自己给自己练习哈，不要偷懒。大家如果早上起来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大家可以在下面评论或者留言私信。